来，再换一批。没了。全江城符合林总您条件的男模都在这儿。韩秘书，我不指望你能找到跟我100%匹配的男人，但最起码要配得上我一半的美貌吧。你们先走吧，再给你半天，今天必须找到，否则别干了。林总，我有个表兄，长得符合条件，就是乡下的，没文化。男人嘛，长相和身材好就行，有没有文化，乡不乡下的，喊过来看看。Darling, I'm falling, fucked up over you. Bite me, bruise me, beat me like you do. Darling, I'm calling, lay me in my tomb. 你长这样，他长那样，你确定他是你表兄？林总，他是我二姑妈的三舅母的4弟的儿子。上衣脱掉。怎么害羞？这身材很哇塞嘛。多大了？谈过恋爱吗？有不良嗜好吗24岁，没谈过恋爱，不抽烟不喝酒，不违法乱纪。就你了，今天和我去结婚。什么？Easy come, easy go. Hold up, wait a minute. Feeling shot, body rock. 美女，穿这么骚给哪个男人看啊？记得一会儿咬紧舌头。什么？救命啊！不守难得，再敢性骚扰别人，我就阉了你！把这个变态送到警局，确认下电梯监控里拍我的角度好不好看，难看了重新约时间，换角度补拍一条。就算打人造型也不能乱。好的，林总。这变态惹谁不好，竟敢惹女魔头，真是第一次对一个变态感到抱歉。林总，今天是您回老宅的日子，老爷子已经催了。知道了。小雪，你回来了。分手后死了的前任才是好前任，不然就跟苍蝇一样恶心。林雪书，你真是嘴贱！还好当初锦花甩了你。当初是我甩的他，倒是姑姑爱捡我不要的，找比自己小20岁的男人当老公，现在看着真母慈子孝。我们林家什么时候有晚辈不尊敬长辈的传统了？爸，月月是你姑姑，跟她说话放尊重点儿。给我过来，我有事宣布。从今天起，继承林氏集团的规则有所变化，你们谁先生下林家的血脉，谁就有资格继承林氏集团。爸，我和锦华最近正好在积极备孕，用不了多久就能怀上，这继承权肯定是我的。好，好，好，你要是能给我添个外孙，我也能安稳退休养老了。姑姑，你也别得意太早，像你这把年纪，说不定都绝经了，别瞎努力了。林雪书，不会说话就少说点儿。我已经在做试管了，不像某些人，身边别说男人了，连只公蚊子都没有，怀孕生子遥遥无期呢。爷爷，半个月，我一定能和男人结婚，孩子我也一定最先生下来。我父亲留下的公司，我不会让给任何人。
怎么，你不愿意？我愿意。这是婚前协议，你的工作是让我怀上孩子，怀上后就离婚，我会给你一笔分手费，明白吗？雪初，我会在你怀孕前让你爱上我。霍言行，名字倒是不错，希望拟人和你的名字一样行。我那是……今后我主外你主内，身为男人要好好在家相妻教子。会做饭是基本功，与异性保持好距离，好好备孕。我希望月底就能怀上孩子。哦，对了，想买什么刷这张卡，韩秘书会带你回家，以后有事联系他。这不是霍家代理人申助理吗？他今天怎么来江城了？林总，要停车打招呼吗？没成首付钱，没资格，回公司。少爷，我让你开车来接我，没让你这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的身份。都回去。霍总，好歹我也是长青鱼大学毕业的，您让我到林总身边当秘书也就算了，您还让我帮您伪造身份，1000万已经打你账户上了。谢谢霍总，刚才的抱怨您就当我在放屁。不过霍总，林总单身多年，您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追他呀。雪叔，我喜欢你，嫁给我吧。让开。林雪叔，我到底哪里配不上你了？我要的是掌控一切，婚姻和感情这种变量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规划中。就算我要结婚，我也只会找比我弱的男人，而不是你这种比我有钱的人。这性格可以，很林总。林氏股东对他有意见，把合适的项目都给他，堵上其他人的嘴。霍总，这些年您暗中投资林氏集团90%的项目，让林总的身价翻了近100倍，您都快把林总捧成江城首富了，他还不知道，唉，真羡慕林总。记住，千万不能让雪叔知道这些。以雪叔的能力，本就会成江城首富。这是怎么？做饭就做饭，穿得跟男妖精似的。大晚上的，是想勾引我吗？乖，饭马上就要做好了。我不想吃饭，想吃点别的。Sometimes you have to break through. “你忙一天肯定饿了，我们先吃饭。”我是一家之主，以后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看在你为我身体考虑的份上，这次勉强答应，下不为例。哎，你不是乡下人吗？竟然连西餐都会做。对了，霍总，
林总他生性谨慎，很有可能会再试探你，你一定要小心应对，一旦穿帮就麻烦了。这些是我在网上搜的浪漫晚餐的做法，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倒是挺会讨女人的欢心，味道不错。不过这些该不会是你为了接近我特意学的吧？什么？下午让人查了你的背景，但你的行踪我一点都查不到，不解释解释？我乡下的老家偏僻，外人很少知道我家地址。如果你想去我家，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他这么坦诚，应该不会有假。以后再说吧。我吃好了。需要来点饭后甜点吗？想吃点不一样的，抱我。今晚吃的好饱，霍先生有空陪我做一些小食呢。还不睡觉，不累？你累吗？这个男人体力怎么这么好？我累了，睡了。你不是希望月底前怀上孩子？时间紧任务重，一次怎么够？咬得这么难看，最起码也要咬出个心形，才配得上本小姐的脖子啊！林总，这是什么虎狼之词？林总，董事长让您5分钟后到会议室商议西溪度假村的项目。知道了，这2个红包，一个给你，一个给霍言行，就说是他昨晚努力工作的奖励。谢谢林总，我表兄他叫霍言鹤。哦，好吧，我还挺喜欢他叫霍言行的。小雪，你脖子上是怎么回事？要你管？放手！抱歉，我失态了。做赘婿就要有做赘婿的觉悟，再这么没有边界感，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查一下林雪茹身边出现的男人是谁。今天名门霍家的代理人申助理正式宣布开启西城度假村项目。能拿下这个项目，不仅能让我们林家成为江城第1豪门，而且还能和霍家搭上关系。我们必须拿下。你们谁能负责？爷爷，交给我吧。月月，你和锦华来做吧。有些人啊，仗着自己出了点成绩，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说大话之前，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这么重要的项目，哪轮得到他去做？爸，我认识几个国内外优秀的工程团队，他们透露说可以联系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有把握拿下这个项目。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我们亏了10几亿，不知道这些亏损有多少进了你们的腰包。不就是损失10几个亿，拿钱补上就行。再说月月是你姑姑，你要尊重她，别整天揪着一点小错不放。这些年我给凌月擦屁股，没有100也有90。总之这次的项目这么重要，我绝对不会让给他。林雪茹，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别忘了你这个总裁还是他任命的。那我也提醒你，凌氏集团有今天都是我父亲和我的功劳，你可别忘了，这几年凌氏所有开工的项目都是我给，我能给自然也能收回。你够了。
既然你也想做，那就出一个方案，一起去参加招标，让申助理来决定项目给谁，怎么样？爸，那就这样。等下，你最近真是越发没规矩了。这次的项目就当做对你的考验，要是你能拿下，你还是凌氏总裁；要是你没能拿下，你就交出总裁之位，并且把1半的股份转移给月月。怎么我输了就要损失这么多？要是林月输了，是不是一点事都没有？你不是一向自诩有本事吗？你要是不敢赌，现在走出这个门，凌氏总裁今天就换人。赌就赌，以前我没输过，这一次我照样不会输。贱人，林雪书这个贱人，一天不和我作对就难受是吧？我早晚要了他的命！月月，别生气了，西城项目的评委我认识，这次这个项目我们一定能拿到手。真的，锦华，还是你最有本事。真是蠢女人，林雪书，你和林家早晚都是我的。霍总，林总被人算计了。既然他们这么笃定能勾搭上评委，那就让申助理把这一批评委全部换掉。是霍总，需不需要我给林总透露点内部信息？比如报价什么的？不必，只要招标过程公平公正，以雪书的能力，他一定能拿下这个项目。好的，霍总，我现在就去办。雪书，以后没人能欺负你。申助理，把西城度假村这次的招标会安排在榆树村。霍总，怎么突然改成乡下了？我妻子还没去过我的家乡，趁这个机会我要带她去玩一下。好的，霍总。林总，您没事吧？要是老林总在，他们也不敢对您这么放肆。我没事，林氏集团是我父母的心血，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它。这次的招标会，我们没有退路，必须要赢。是。顾总，申助理刚把评委换掉一批，现在任命我作为招标会的评委，眼下正是风口浪尖，这不合适。张总，西城度假村项目价值超100万，这么大的一块肥肉，您就不想插一脚？只要您收下，到时候我中了招，好处少不了。顾总说的是，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是项目底价，招标会上我会在申助理面前替你美言，争取帮你拿下项目。还好新评委我也认识，林雪书，这次你输定了。第一次见招标会在乡下开的，这里蚊虫这么多，要是把我精心呵护的皮肤咬出红包了，谁负责？您要是真被咬出红包，霍总肯定把我们埋了。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什么都没说。怎么感觉好像看到霍言间了？应该是我看错了，他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林雪书，你还真敢来？怎么想当众尝尝输给我的滋味？你是玻尿酸去皱打多了，把脑子的纹路都打平了吧？你哪次赢过我？你牙尖嘴利，你别忘了，今天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滚出林氏公司，让出总裁之位，还要给我1半的股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输给我的样子了，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个什么鸟？我凌雪书输给谁也不会输给你，咱们等着瞧。好了，老婆，爸来了。爷爷，这边。招标会快开始了，都坐下吧。有请申助理。欢迎各位参加西城度假村招标会，接下来开始数标，请大家做好准备。现在数标开始，有请凌氏集团的顾锦华顾总上台。各位评委好，我的方案涵盖1000亩度假村的基建造价60亿，道路建设
绿化造景、休闲娱乐场所等设施造价40亿，总造价合计110亿。林总，顾总这次的方案倒是挺全面的，是还不错，但是和我比还差一点。不知道凌月哪来的底气和我打赌。最后一位有请凌氏集团总裁凌雪书凌总。大家好，我是凌雪书。我对1000亩度假村的总报价为1块钱。1000亩的度假村用1块钱来盖，凌雪书，你是疯了还是脑子坏掉了？怎么会这样？我的方案被人动了。凌月，是不是你干的？你自己做的方案关我什么事？别跟疯狗一样乱咬人。凌雪书，你的方案被我换了，评委里也有我的人，我看你怎么死。凌总，这么重要的项目，你却给出个这么离谱的报价，你是来捣乱的吧？凌雪书，你代表的是凌氏集团的脸面，给出这种报价，简直是把我们凌氏集团的脸都丢尽了！赶紧滚下来！就算霍总再怎么宠林总，但这可是上百亿的损失，他怎么能答应？霍总，您之前指定要把这个项目给凌小姐做，可凌小姐的报价也太离谱了，你要再考虑一下吗？只要她喜欢，1块钱就1块钱。凌雪书，你这么离谱的报价，分明就要故意在扰乱招标现场。申助理，我建议取消他竞标资格。申助理，我的方案被人动了手脚，可以给我几分钟调整一下吗？凌雪书，从来没人在招标现场临时改价格的，这么多人看着，你丢得起这个人，我们凌家也丢不起。就是凌雪书，你整天装的跟个女强人似的，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结果报价做成这样，笑死人了。凌月，你少在这里拱火。爷爷，你应该清楚我的能力，我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肯定是凌月搞的鬼。你说是月月陷害你的，有证据吗？爷爷，这还要证据吗？凌月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证据还理直气壮的，你自己没本事捅出这么大的瘤子，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想都别想。既然你们要证据，我就给你们证据。韩秘书，把我办公室的监控调出来，让董事长过目。是。监控？你什么时候在办公室安装监控了？当然是防止有老学术跑到我办公室搞小动作。啊，终于写完了。还好早就配好了钥匙。林雪书，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斗。爷爷，事情来龙去脉你都看到了，凌月故意陷害我，你可要替我主持公道。我什么都没看到。申助理，时间差不多了，该宣布中标结果了吧？爷爷，你这是什么意思？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这是要包庇凌月？你自己没本事守好自己做的东西，还有脸找我诉说委屈？我以前还以为你是对我要求高，所以对我严格到苛刻，我今天才明白了，你就是偏心，在你心里根本就只有凌月这个女儿，我的公平你根本不在乎。够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像个泼妇似的大喊大叫的，简直跟你那个没用的爸简直一个德行。你受的那点点委屈，有我们凌氏的脸面重要吗？在你心里，你就只在乎凌氏的面子，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帮你女儿积攒家业的工具？是，又怎么样？林雪书，你也知道你喊的是爷爷，而不是爸爸。他是我爸，当然护着我。你爸呢？哦，对不起，我忘了他都死10年了。要不你去找他托梦来替你撑腰。凌月，我要撕烂你的嘴！够了！今天我们凌家闹的笑话已经够多了，这个项目你输了，老老实实兑现赌约。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凌氏总裁。
你明知道凌月赢得不光彩，却还要让我继续履行赌约，把我父母留下的心血交给凌月这种小人。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爷爷。林雪书，我看你是疯了，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活该被打。小雪，别固执了，我拿下也是咱们凌集团的项目，咱们可是一家人。好一个一家人！胡总，现在怎么办？沈助理，立刻宣布结果。这场大戏你们演吧，我不奉陪了。韩秘书，我们走。林总，你要不听完结果再走？我宣布，本次中标者是林雪书，林总。沈助理，您说什么？什么？我中标了？你确定？确定，这是我家少爷亲自拍板的。你家少爷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这都能让我中标？申助理，凌雪星都出这种报价羞辱你们了，你还舔着脸和他合作，他是不是有病？是啊，沈助理，您是不是搞错了？证据发你手机上了，刚才欺负雪山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张总，不解释解释你和顾总的这些转账记录？沈助理，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身为评委，敢在开标之前收取招百人的贿赂，你不想活了？不关我的事儿啊！这都是顾锦华逼我这么做的，求您跟少爷求求情，饶我一命啊！你可别污蔑我！有什么话，你去跟警察解释。带走。哎，我错了，哎，我错了。林董事长，你的家事你不想管，我替你管了。现在你对林总中标还有什么意见吗？沈助理说笑了，我也是乐意见到雪茹中标了。废物，这就是你说的一定能拿下项目？要不是你搞砸了我的计划，我怎么能输？我怎么就找了你这个窝囊废？你们两口子要打架回家打去，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嫌丢人。凌月，刚刚我怎么记得你说我要是赢了，你就把1半股份输给我，愿赌服输，交出来吧。小雪，都是一家人，一句玩笑话没必要较真儿吧？一家人，玩笑？怎么我输的时候你们恨不得要我死，你们输了就百般抵赖？你们要是不想承认，那我就办一场全网直播，站在凌氏集团楼下催凌月签股份转让书，到时候看你的老脸往哪放。好，我给。申助理，林总，还有什么事吗？当然有，今天报价1元，你们也让我中标，相当于亏损100亿陪我玩，这里面绝对有猫腻。林总，我只是传达指令，这是我家少爷的决定。你家少爷，就是传闻中那个染了怪病、又胖又丑、不能见人但富可敌国的名门霍家的神秘阔少。屋里什么动静？没什么，林总，西城项目对你很重要，能拿到手就行，何必刨根问底呢？两不相识，凭空给你让利100亿，你不担心？该不会你家少爷看我长得漂亮，就想花钱潜规则我吧？林总，有没有可能我家少爷他就是恋爱脑？懂了，你家少爷应该是暗恋我，可惜啊，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喜欢漂亮的男人，就算没结婚，我也不会看上你家少爷的，让他死心吧。林总，好了，不要替他解释了，我现在就跟你家少爷说清楚，想要潜规则我，门都没有。林总，别！你紧张什么？
霍元宪，你怎么在这儿？听韩秘书说你要来榆树村开招标会。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正好来看看你。看到喽，这个是我男人，又帅，还有8块腹肌呢。赶紧让你家少爷断了念头。这个项目我会重新做一份方案，按照正常的价格走，不会占你们便宜的。走，回家。没用的东西，这个项目老头子无比重视，现在项目丢了是小，要是因此让老头子对林雪书态度好转，真到那时候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月月，项目丢了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有办法让老头子继续反感林雪书。什么办法？什么难的？韩秘书，怎么了？西城度假村项目，既然申柱说要和你合作，那就重新给他方案报价，不要再闹出1块钱报价的笑话了。用不着你来提醒我，管好你的好女儿就行。你算了，看在你刚拿下项目，我也不跟你计较。哼！旁边那小子，过来！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去拜访你。别废话，你的资料锦华都给我看过了，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结扎后做小雪的情人，要么去父留子。总之，像你这样的穷小子，不配进我林家的门。如果我都不答应，你敢？倒是找个乡下人，一个穷酸的窝囊废，对林家的事业有什么用？霍总真要把真实身份说出来，还不吓死你！爷爷，其实我乡下也有房子。别说了，这门婚事我不同意。是我找男人还是你找？他有名字，叫霍延轩，现在是我合法的丈夫，我遗产的第1顺位继承人，比你还高2位。你还有，我们已经领证了，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下一步我们还会要个孩子。没事的话，就这样。老爷，这一次您似乎把雪书小姐打压的有点狠。这些年她太顺风顺水了，不挫挫她的锐气怎么行？没曾想申助理突然把项目交给她，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那还要不要继续磨练雪书小姐？等西城项目完成后再说吧。凌月花了10年都没变成我最满意的模样，只能希望雪书能变成我希望的样子。走吧。雪书，爷爷好像不是很认可我。你是我男人，他认不认可关我什么事儿？走，回江城。林总，车坏了，今晚怕是回不去了。车坏了，那你还不打电话找人来修？这不是天黑了吗？维修工人过不来。行吧，那就在这儿将就一夜，什么时候能修好？什么时候？问你呢，看我干嘛？3天，一定能修好。
这么久。林总，眼下项目已经拿到，休息几天不打紧。雪叔，你之前不是想去我家吗？正好今天我带你去我家看看。还不错，过来。今年怎么花这么少？在想，怎么能让你喊我老公？爱听这个？嗯。想让我叫你老公，那就给我一个孩子。Didn't even call to wish me sweet dreams. Really thought we made a sweet team. 大小姐，凌雪叔还在榆树村，听说要多住几天。竟然还在那个破村子，既然不想走，那就让他死在那儿。是。姑爷，大小姐她……林雪书保完做成假死交差，关键是他身边的这个人要他的命。是。记住，你是凌月的人，出了事应该知道把谁供出来，不然你女儿……月月，别生气了。醒了，昨晚睡得好吗？还行，饿了。家里有吃的吗？这里什么吃的都有，就是需要现抓。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让我抓猪仔？你可以吗？你在质疑我？本总裁文能跳伞开飞机，武能拳击马拉松，抓个猪仔还不手到擒来？这身衣服不行，你等我换一身衣服。好，林总都拍好了。等会儿全程给我录下来，注意光线、角度、表情特写。是。对了，林总要让我录什么内容啊？抓猪。抓猪啊？等等，抓猪！小猪猪，我来了！别跑，看我抓住你！快看呐，城里来的大小姐下泥塘了！霍妍姐，我抓到了，快来！先别动，快给我拍照！好了，林总，我就说我能抓到吧，这可是我凌雪书抓的猪，味道都一定比别人抓的好吃，你可要好好做。好，快去洗洗吧。这才像一家人，我去洗手。林总，别挣扎了，你解不开的。林总？什么林总？我姓霍呀，你们绑错人了吧？林总，你就别装了，整个江城的广告牌上都是你的照片和视频，我又不瞎，怎么可能认错？名声太大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既然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不如谈一谈。我不管是谁指使你绑架我的，只要你肯放了我，无论他开价多少，我可以给10倍。答应他，让霍妍贤一个人过来，会有人处理他。成交。不过我要先见钱，后放人。3个陌生人轻易的闯进我家，还把雪叔绑走了。我花这么多钱雇你们保护他，你们就这么保护他？霍总，都是我没看好林总，都怪我。好了，申助理，
立刻把家族里的特保人员都调过来，发动全村人去找，让追踪组定位雪叔的手机位置，1个小时内务必找到他。是。媳妇儿，少奶奶在咱村走失了，你快问问你的姐妹们，今天见没见过一辆陌生牌照的车进到咱们村？儿子，少奶奶被几个外村人绑走了，赶紧去查进村的监控，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闺女，赶紧把全村的无人机都飞起来找少奶奶，再晚点少爷就要发飙了。雪叔，你在哪儿？霍延玄，想救林雪书的话，半个小时后你一个人拿上5000万的支票，来榆树村西北1公里的后山。记住，你一个人来。少爷，你一个人去实在太危险了，要不让我去吧？绑匪不仅知道我的名字，还点名要我一个人去，这是冲我来的。可是不用再说了，我先开车过去，你们分成2队，从后面绕过去。等时机成熟，你就立刻冲过来救人。是。喂，你一定要撑住！这衣服可是把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你给我弄脏了，你可一定要活着陪我，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听见了没有？雪叔，10年前你救了我的命，这一次我来救你。把路给我让开！路你是过不去了，有人花钱让我们送你去黄泉路，兄弟们，给我上！你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过来？是谁指使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过来？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不是林总让我打电话拿赎金的吗？你当我傻？你不仅知道我老公叫什么，而且还让他一个人送支票，这不摆明想把他骗过来一起除掉？还看？该不会你老板亲自来监工了吧？让我猜猜看是谁？林月？不对，要是他只会对我下手，能对霍延寒下手的，难道是顾祖吗？这个女人确实聪明，要是让她活着出去，怕是会影响我拿下林氏的计划。把她处理掉，做得干净点。林总，人太聪明不是好事，黄泉路上可别怪我。你想干什么？救命！许叔，抓住他，别让他走！小子，你是挺能打，我们是打不过你，但要拖住你几分钟还是没问题的。你就等着给你女人收尸吧。许叔，你想干什么？救命！有人吗？救命啊！别喊，不会有人来救你。放心，你那个小白脸老公马上就下去陪你了，去死吧！少爷，您没事吧？看好他们，我去救雪叔。雪叔，林总，我错了，饶了我吧。霍延静，你来了。雪叔，你这一群废物也想杀我？你带手机了吗？来，给我录个手打绑匪的视频。这个，少爷，出什么事了？霍总和林总怕是出事了，我们快过去救人。这个姿势帅吗？帅。雪叔，你不是被绑架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呀，该我了，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本姑奶奶铁拳。怕什么？3个大老爷们还打不过他一个女人，给我上！哎，你往哪儿跑？少爷，您林总，申助理，你怎么在这儿？少爷，少爷找到林总了，安然无恙。赶紧把那死对讲机给我关了，我可不想跟你家少爷有牵扯。是。上哪儿来的？没什么，来的路上遇到些小麻烦。倒是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下？怎么，怕金主出意外没人给你发工资？放心吧，该给你的1分都不会少。雪叔，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钱才担心你吗？不然呢？我喜欢你，不想你受伤。喜欢我？你是喜欢我的钱吧，霍延征？我只是自恋又不是傻，半个月就能让你喜欢我。想要钱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霍总，您别气，我知道几十个林总加起来都没您有钱，可您别忘了，林总他不接受比他有钱的。我知道，不用你提醒。山助理，这人交给我，我要好好盘问盘问。少夫人真是太可怕了，老韩，你可要藏好身份，不然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雪叔，吴安说是凌月指使的，你真相信是他做的？你觉得我和凌月一样蠢？我当然知道是顾锦华做的，但他那样子摆明了咬死是凌月干的，那我也只能拿他撒气。韩秘书，凌月现在在哪儿？今天是凌月小姐的生日，她晚上应该会在老宅。今天是她生日啊，那我可要送她一份大礼。月月，这位就是江城地产的总裁裴浩裴总。西城度假村项目的原材料就是他供应的。早就听说裴总的大名，管家赶紧带裴总上座。裴少，这边请。这人什么来头？他可不是一般人，整个江城的原材料都要经过他手。再说林雪书一死，要让老爷子看到你能把西城度假村建上去，他才会安心把林氏交给你，不是吗？锦华，你对我真好，我真是越来越爱你了。月月，别跟你老公秀恩爱了，人都到齐了，该切蛋糕了。来了来了。林雪书，你怎么还活？小雪，你这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来帮你切蛋糕。老大，你怎么在？林雪书，你要是动了，爸爸是不会放过你的。去死！林雪书，你给我住手！爸，林雪书她疯了，她要杀我，你快把她抓起来！还真是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先派人说杀我，现在又反咬一口。我要不是命大，现在火葬场都装盒通知家属了。诸位贵宾，很抱歉，我们林家有私事要处理，劳烦大家先行离开。小雪，你说凌月指使人杀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据我当然有。韩秘书，把人带过来。你说是谁指使你对我动手？不然是凌月小姐指使我的，我先看我手机。凌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爸，我也是一时糊涂，听了别人的话，都怪胡安，都是他煽动我做的。爸，你要相信我，我求求相信我。够了！小雪是你的亲侄女，你这都下得去手？依我看，凌月做的蛮熟练的，不像第一次。该不会我父母的车祸也是他动的手吧？哥哥，下着雨呢，接嫂子的路上慢点开。大小姐，少爷车上的刹车油都放空了。那就好。哥哥，谁让你们挡了我的路呢？我会好好照顾我的小侄女。小雪，你父母的案子早有结论，那就是一场意外，不要再提。
鉴于凌月谋害小雪，从今天起收回他手中所有的凌氏集团股份，名字从凌氏集团移出，永远不准参与集团运营。爸，你不能把我赶出公司！你还输？月月，你少说两句，咱们先回家。之前我说的，谁先生下孩子就能拿到继承权的话，依旧有效。林雪树，可不算赢家，只要我比你更早生下孩子，我照样能翻身。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一定要比凌雪书早生下孩子。好，小雪，既然你今天提到你父母，我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为什么没让你父亲接手凌家？想要成为凌家的继承人，你还不够狠。跟你一样才行。看来凌月还不打算放弃，那我们可要加快速度。加快什么速度？当然是生孩子了。走，回家。老爷，这两位为了家产斗成这种地步，您还不就停吗？为什么叫停？只有经历过厮杀的胜利者才是最合格的继承人，斗得越凶越好。凌总，您这是没休息好吗？没事，这阵子一直这样。你刚才说西城度假村下游怎么了？凌总，您该不会怀孕了吧？不会这么快吧？凌总，您先在这等等，血检结果很快就出来。裴总，建筑原料的事情，我可以让利一部分。试管为什么又失败了？大小姐，本来试管就有失败率，再加上您这段时间有些心神不宁，够了，一群庸医。林总，您的报告。林月小姐，林雪书的检查报告。林雪书，就算你比我先怀孕，想安安稳稳生下来也没那么容易。雪叔，我做了一桌菜，都是你爱吃的，你尝尝。有件事我要告诉你，韩秘书。你怀孕了，你看，这是我和雪叔的孩子。看你这么高兴，还真有点舍不得提醒你。雪叔，你说什么？我怀孕了，结婚的项目就结束了。按照婚前协议，我们该离婚了。离婚？我不同意。做人可要信守承诺，不能没有契约精神。我不是不想遵守约定，只是……雪叔，我们结婚以来不是过得很好吗？你不是很爱我给你做的菜，很爱我抱着你吗？你不是也说过我们像一家人吗？为什么突然要这样？不离婚好不好？不行！我本以为你这个人挺有自知之明的，如果这是你要钱的新手段，我是商人，不会因此多给你补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你的感情入错了人。难道这么久，你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韩秘书，按照协议给霍妍娟3000万，把她带走。林总，要不明天再……韩秘书，你想被解雇吗？表哥，咱们先走吧。把她带走。我不走，放开我！突然冷清下来，还真有些不习惯。爸妈，你们教我的，不要被感情左右，我做到了。霍总，时间不早了，要喝咱们回家再喝成不？家？我不是刚被赶出家门吗？哪儿还有家？
林总简直比机器还无情。他排斥感情，不过没关系，他想要事业，我就给他事业；他害怕弱势，那我就不告诉他我的身份，让他能安心。他排斥感情，我就把他的心捂热了挤进去，总有一天他会接纳我的。可霍总，以凌霜的性格，要是知道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您给予的，他未必会感谢你。所以我的身份和做过的事情，在他面前要绝对保密，绝不能告诉他。凌总要是知道您的用心良苦，该有多好。追妻之路任重而道远啊。林雪书啊，林雪书，你该不会真喜欢上霍元甲了吧？单身睡了20多年都没失眠，就跟他睡了几个月，他一走怎么就睡不着了？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霍元书？我只是太久没有享受过单身的快乐了，我要找一下单身时的感觉。我能感觉到单身的感觉又回来了，今晚一定是个好梦。林总，您这是怎么了？没怎么，昨晚没睡好。对了，韩秘书，霍元衡的300万打过去了吗？按照协议规定，离婚后才能打款。您不会是想提前打款？打了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霍弟会砍死我的。不是，就按照协议规定走吧。是。凌雪书，林雪书，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韩秘书，咱们公司不是没有凌月这号人了吗？你没告诉保安凌月和狗不得入内了吗？爸，你看他！你别添乱了。小秋，我问你，为什么江城地产的裴总会突然切断对凌氏的原材料供应？现在西城度假村项目施工停保，整个项目都要延期，到时候要赔付5倍的违约金，你说怎么办吧？裴总，那不是霍总的小弟吗？他怎么会突然为难凌总？我之前和裴总谈过，他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卦了？还不是某人之前发疯的事迹传遍了江城。现在只要是个正常人，跟我们凌氏合作之前，都要掂量命够不够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凌月，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林雪书，你有窝里横的本事，怎么不去搞定裴总啊？现在凌氏每天损失上千万，你这个总裁是吃干饭的。爸，锦华和裴总有些交情，不如让他去和裴总谈谈。谁说我没办法？我等会儿就亲自和裴总谈，一定会处理好。我只给你3天时间，处理不好你就交辞职报告，我来批。裴总，等会儿林雪书会登门拜访，咱们按计划行事。不就是刁难凌雪书吗？对付女人我在行，放心。老大，我都按您吩咐做了，接下来还要干啥？你去和雪书见面，告诉他3年内不能离婚。不是吧，老大，你这是什么要求啊？我说还不成吗？可是他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就咬死绝不合作，这是底线。整个江城原材料都在你手上，他一定会退让。别暴露我身份。雪书想和我离婚，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韩秘书，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看我们？没有啊。林总，咱们走吧，裴总还等着呢。哦。裴总，听说你爱喝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林总有心了，有事就请直说吧。裴总，你们江城地产一直是我们林氏最重要的合作商，这是我们公司的西城项目，我们林氏集团是这个项目的唯一合作商。西城项目是集团重点，这次我决定在往年预算上追加5个点。林总追加10几亿预算的让利，让我感受到了诚意。合作就是要共赢，裴总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签合同。不急，签合同之前，我有个问题要问林总。你请说。林总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如果是这样，合作的话，我有一个附加条件。什么条件？你必须保证3年内婚姻状况稳定，不能出现离婚。只要你同意，我立刻签合同。这他爹的是什么离谱的要求？裴总讲笑话呢。我的婚姻状况不会影响合作，要不明天我亲自带合同去找你签字怎么样？林总，我没在开玩笑。我不希望合作方婚姻不稳出丑，影响我公司股价。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没得谈。就因为这个理由拒绝合作，是不是有点戏？既然是你来求我合作，那就得按我的规矩来。裴总太自信了，一个合作就干涉我的私生活，太霸道了。我就不信除了你们家，我找不到更好的供应商。林雪书，整个江城没有我的点头，没人敢给你供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走出这个门，跪着求我也没用。怎么，想通了？我跪你爹个大头鬼！怎么样，雪叔是不是答应了？老大，剧本不对呀！老大，剧本不对啊！嫂子根本不吃威胁这套，直接走人了，还泼了我一脸水。什么？追上去，把合同签了。那不能离婚那个条件，既然拿捏不了他，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快去办！徐姐，算你厉害。林总，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要和裴总取消合作，林氏所有业务都要停摆，到时候董事长一定会让您弟辞呈的。我知道，现在人都已经得罪了，裴浩又不肯舔着脸求咱们合作，先回公司吧。哟，这不是咱们的林大总裁吗？这是来跟裴总谈生意的。瞧你这脸色，没谈成吧？好狗不挡道，滚开！林雪书，你别得意，3天拿不下这个合同，你就要下台了。到时候我会让你比我更惨。3日之期还没有到，你狗叫什么？我告诉你，裴总早就答应跟我合作了，别说3日，3个月也不会下，懂吗？要是我拿下了呢？那我就跪下来给你磕头认错。林总，别走，合作的事儿还有的谈，求你别走。裴总，你不是答应过我绝不和林雪书合作吗？这又闹哪出？你算哪根葱，也配影响本少爷的决定？滚开！姓裴的，你敢耍我？林总，我想好了，咱们继续合作吧。他是不是突然疯了？你突然这样是几个意？我告诉你，3年不准离婚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不答应就不答应，您说了算。裴浩，没瞧见我谈生意呢。来人，快把他给我扔出去！你刚才说的是真的？真的，比真金还真。我明天亲自去林氏签合同，你可千万不要取消合作啊！哦，哎，不是他咋了？他刚才不还叉腰指人，现在又这样，指着脑子，这出问题了。管他呢，只要合作达成就行。是，刚才被气的东西都忘了拿。韩秘书，你在这等我。没让雪叔察觉到异样，我的身份现在还不能让他发现。放心吧，老大，林总一点也没怀疑。
你怎么在这儿？还穿成这样？雪叔，我……好，我都知道了。我真没想到你为了挣钱能做到这种份上，你还真是能屈能伸。什么？林总好眼力，他确实在我手下工作，而且深得我心。裴总，卡里有20万，用来买断你们的关系，你以后不要再和他接触。买断我们的关系？我们什么关系？雪叔，等等！霍元帅，你能不能找点正经人做的工作？就算你不在乎，也要考虑以后对孩子的影响。雪叔，你误会了，我和裴总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你要是不想我去工作，那我就不去。只要你让我搬回去，不要赶我走，好不好？不好。你的3000万我会尽快给你打过去，以后别再找这种工作了。30天后见。不太对，刚刚申助理他们的动作好奇怪，总觉得不太对。林总，怎么了？韩秘书，今晚把霍延仙的身世背景全部调查清楚交给我，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好的，林总。好你个裴浩，敢耍老娘，我今天绝不放过他！老大，嫂子可算是走了，刚才快把我吓死了。老大，这人什么来头？怎么是他？老大，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我想办法继续留在雪叔身边，你和韩秘书继续以现在的身份准备合同，确保能让雪叔从现在的身价3000亿突破到4000亿，坐稳首富的位置。老大，听申助理说，您这些年暗中投资，把嫂子快速扶成首富，可到现在，嫂子还把您当作男模，您这是图什么？没有他，10年前我就死了。只要他开心，一切都值得。老大，虽然您对嫂子做的事情确实让人感动，但以嫂子的性格来看，要是她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其实都是您给予的，她应该不会开心。所以一定不能让他知道真相，懂吗？是，老大，我懂了，我一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让嫂子知道半分。霍延真竟然就是申助理背后的名门霍家的神秘阔少，而且为了林雪书，他竟然能委曲求全做到这种份上，凭什么他能有这种不求回报的男人，而我事事都要努力争取？凭什么？林雪书这几年事业风生水起，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没想到是霍延玄在背后帮忙。这要是让他知道了，以林雪书那自负骄傲的性格得气疯，肯定会和霍延轩闹掰。这还真是意外之喜。不过霍延轩刚才说10年前林雪书救过他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那次？爸爸妈妈，是我不该乱救人，让他弄脏了你们送我的生日礼物，我错了。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离开我。原来霍延轩就是10年前林雪书救的人。林雪书一直认为是因为自己救了他，才导致父母车祸身亡的，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没想到这个人现在成了她的丈夫。这么有趣的事情，怎么能瞒着林雪书呢？爸，过几天您大寿，让雪叔带她男人一起参加吧。喂，霍总，林总让我调查您全部的身家底细，怕是对您有所怀疑了。按照预案把资料给他。好。对了，韩秘书和霍延静是表亲，让他去调查难免不客观。帮我查个人。
雪叔，你回来了，我给你准备了。你先别说话。雪叔，是发生了什么事吗？霍言恒，你演了这么久的戏，不累吗？雪叔，你在说什么？今天你和裴浩他们的举动非常奇怪。我找私人侦探查了你，那查出我有什么异常吗？有，你的背景过于干净，这让人觉得不安。霍言轩，你最好没事骗我。雪叔，你都调查过了，我肯定没有骗你。霍总，林总刚刚打电话让我调查您的身世背景，这该怎么办？按照准备好的预案，你拿去交差。好的，霍总。还好我早就买通了整个江城的私家侦探，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让开，我要回家。这是我给你炖的鸡汤，还有一些滋养身体的保胎药。怀孕初期很容易不舒服，我问过医生，这些都可以放心吃。霍言轩，我们现在是离婚冷静期的状态，没必要拉拉扯扯。而且我有专业的医生和厨师团队，你的这些东西我用不着。既然你对男人没有任何要求，选我和选别人也没有区别，干嘛这么麻烦，非要和我离婚？刘雪叔，你要狠心一点，必须断了他的念想。对你腻了，这个理由够不够？我累了，让开。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离婚，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我有义务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就住在附近，你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住在我附近，这附近都是千万豪宅的富人区，3000万不是还没到他账户上，他哪里来的钱买的房子？霍言轩，这就是你说的住在我的附近？雪叔，你不让我进屋，周围房子的租金又太贵了，我想来想去，还是住帐篷最划算。想住帐篷回你家搭去，你现在站的地方是我家，带着你的东西给我走。好，好，我搬，你别生气，对身体不好。啊，那换不想人绳子吧。雪叔。霍妍妍，你有完没完？我让你把东西搬走，你怎么还赖在我家不走？雪城，我按你的吩咐搬走了呀。我问过保安，这里是公共区域，不在你买的土地上，这也不行吗？当然不行，赶紧给我搬走！我又没占你家的地，你没资格去告我。行，霍妍妍，你别以为我治不了你，这是你逼我的。韩秘书，你现在把我住的别墅区所有的产权都买下来，对，马上。好的，林总。韩秘书，给你10分钟，把以雪叔别墅为中心，方圆100里的所有土地和产权全都买下来，并且转告他，老板不卖地。霍总，您和林总神仙打架，能不能别祸及我这个打工人呀？你还有9分50秒。我现在就去办。怎么样了？林总，我联系了您小区的开发商，开出了3倍的高价，但是对方怎么都不卖，送钱都不要。我知道了，我再想办法。喂，保安吗？我家附近有个人赖着不走，你们过来把他轰走。林小姐，我们问过了，他是您先生，你们2口子的事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们不便参与。
叔。爸爸妈妈，我讨厌一个人，但又忍不住会想，这就是你们说的感情吗？可是这种感情会害死人的。如果不是我当初任性非要救人，你们也不会死。妈妈，我刚才救了个人呢，就是你刚送我的生日礼物，被我弄脏了。没事，一件衣服哪有人命重要？妈妈再去给你定做一件。雪叔，外面下大雨了，你妈妈给你换生日礼物去了这么久，我不放心，我去接她回家。爸爸，都怪我不好，不小心弄脏了衣服。乖女儿，不怪你，在家等着。爸爸妈妈，是我不该乱救人，是他弄脏了你们送我的生日礼物。你们出了事是我错了，爸爸妈妈，你们别离开我好不好？雪叔，我看到客厅的灯还亮着，你还没睡吗？晚安。记住，你们今天是去送合作的，小心说话，绝对不能暴露身份，明白吗？明白。韩秘书，你不会告诉我，才一晚上就有这么多项目找我们合作吧？整个江城是没对家了？有对家还不都被霍总给收拾了？为了捧您做首富，霍总可是下了血本。是啊，林总，我今早算过，这些合同加起来有400亿，您只要签下，一定能成为江城历史上最年轻的女首富。真的？林总，我来履约过来签合同了，正好我有些朋友也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好的。裴总，您请坐，合同我早就准备好了。这几位是？林总您好，听说您非常有实力，我们很想和您合作，方案我们都带过来了，您过目。林板畅，你就放下了。几位老板对我这么放心，问都不问就交方案？林总，他们都是听说西城度假村项目办得顺利，特意来找林总合作的。对对对，裴总，韩秘书，你俩一伙的吧？林总，你真会开玩笑，我和韩秘书怎么可能是一伙的？合作展开的太顺利了，这里面肯定有鬼。既然这样，韩秘书，先带各位老板去会议室休息，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就过去。好的，林总。查一查今天送到我这儿来的合同，对，全都查一遍，速度要快。裴总，你们是不是在耍我？还说你们不是一伙的。幸好我去查了查，这才发现今天来找我合作的公司背后都是申助理和他那个神秘少东家的子公司。你们不解释解释？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些都是我合作多年的老客户，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这层关系。林总，我冤枉，我这边的合同都是业务部门送来的，我这小屁胆子可不敢骗您。真的？那个神秘阔少到底想干嘛？他先是白菜价送我一个西城度假村项目，现在又搞这出，别告诉我这是巧合。
这事儿确实有点古怪。难不成？我就知道他垂涎我。我之前明确告诉过申秘书，我已经结婚了，拒绝了他的追求。他现在肯定是听说我要离婚，又用送钱这一招追求我啊！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林总，既然这少东家自己主动送肥肉到您嘴边，要不我们继续合作？不行，明知道他对我心存不轨，我还合作个屁！而且以我的能力，用得着别人割肉投喂？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的成为女首富。韩秘书，送客。是，林总。韩秘书，你说我明明可以靠能力吃饭，偏偏又长得这么漂亮，难怪总有人对我念念不忘。凌雪书，你还真够蠢的，真是把别人给你的施舍错认成自己的能力。林月，你怎么在这儿？你还真是阴魂不散，自己全部的身家都输给了我，还敢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我面前，脸皮可真厚。哈哈，我以前真是笨，怎么就没怀疑你运气真能这么好，居然能躲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我现在总算明白，原来是有人在背后帮你。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人帮我？你接手凌氏不过才3年，凌氏市值3年内翻了近100倍。你不会以为这些成绩是你靠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吧？凌月，你到底想说什么？不懂就算了，明天爸爸寿宴，别忘了带你的那个小男人一起参加。莫名其妙说一通没头没尾的话，现在还指挥上我了。我带谁参加寿宴跟你有什么关系？喂，爷爷。明晚带上那个穷小子一起来老宅。爷爷，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整个江城都知道你结婚了，寿宴你一个人参加算什么事？我不管你们感情怎么样，总之在外人面前不要给我丢脸。凌月，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我可什么都没做。不过寿宴上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可务必要到场。凌雪书，像你这么骄傲的人，要是知道你的一切都是霍妍妍给的，你们2个怕不是会当场反目成仇？我想那场面一定很有趣。月月，这几天家也不回，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你在忙什么？我忙什么都跟你这个废物无关，你这个窝囊废吃我的喝我的，一点用也没有。等我搞死林雪书，下一个就把你踹掉，废物！贱人，本来还想再等几天，现在看来计划要提前了，人家也该改姓。林总，要不要捎他过去？又在装可怜，不用管他。哎，我这还真是无情。上车。雪叔，我就知道你是心疼我的。你想多了，刚才红绿灯路口堵车，临时换条路走。我怎么不记得去老宅的路上有红绿灯？大冷天的，先考虑穿着这样的一件保暖衣服，倒是把手里的东西会给提起。什么东西能替你自己？这个呀，说起来，这个东西是送给一个女人的，她在我心里确实比我还重要。霍妍妍，我告诉你，我们还没离婚。你早就想到你为了漂亮会穿这种衣服，你现在不比以前，怀孕要多注意保暖。原来他说的那个女人是我。这怎么那么凉？到冬天了就这样，过了冬就好了。我帮你暖一暖。以前你煲过一次姜鸡汤，喝完以后挺舒服的，有配方吗？有，我写给你。我时间很宝贵，没空去煮，你煮好给我送过来。仅限这个冬天。好。
刚刚林总对您态度有些松动了。韩秘书，以后你多给我准备一些煲汤的食材，还有我从国外进口的一批珍稀药材。你把雪叔平常喝的茶水换成这个，千万小心，别被他发现你在替我做事。放心吧，霍总。霍元剑，林雪书这种冷冰冰的女人到底哪里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不过没关系，你想和林雪书马上要完蛋了。等我今晚告诉林雪书你的真实身份，我倒要看看她会怎么对你。这就是我的孙女林雪书，现在是林氏集团总裁，以后还需要你们多多照顾。自然。爸，自打雪叔进公司，公司市值涨了几遍，他可真是我们林家最有本事的人。凌月，你阴阳怪气谁呢？雪叔，你错怪我了，姑姑是真心替你高兴。你不是好奇我今晚要跟你说什么，想知道一个人来找。雪叔，刚才林月跟你说什么了？跟你没关系，不要跟着我。林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还真是被惯坏了。这些年你说要什么就有人给你什么，这才把你养成这一身臭毛病。云里雾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林雪书，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你救过一个男人，他弄脏了你的衣服，害得你父母去给你换生日礼物，当晚双双身亡。那个人今晚就在这里，你想知道他是谁吗？他在这里，他是谁？林雪书，你难道一点都没怀疑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事业上顺风顺水？为什么我对付你的计划经常失手？你该不会真以为这都是运气，或者是你的能力吧？你什么意思？你其实不过是台前的一个傀儡，你有今天只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帮你，帮助你成为林氏总裁，帮你拿下一个个项目，帮你化解危机。你还沾沾自喜，以为这都是你的本事？你到底在胡说什么？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是有人赋予的。这个人不仅一直在你身边，而且他还在扶持你的事业，他操纵着你的一切，把你当成宠物玩。他到底是谁？林月，出人命了！月月，你好美。你以为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就会饶了你？记住，这将是你最后一次参加上流宴会，不然今晚我就废了你。凭什么我就要遇到这种男人？烂泥扶不上墙。月，你怎么了？快醒醒！我什么都没做，他突然就成这样了。我知道不关你的事，你别怕，有我。什么叫不关他的事？所有人都看到他和月月一起上的楼，现在月月成这样，肯定是他推下来的。老爷，你慢点儿。凌月，整整10年了。我凌家发生的惨剧，难道要一直重演吗？赶快把凌月送到医院，不惜代价一定要救活她。是老爷。刚才只有你们2个人见面，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他突然就成这样了。还在狡辩？你的意思是月月拿自己的命陷害你？你是不是知道月月怀了孩子，怕她先生下孩子争夺家产，所以你才对她下死手？爸，你一定要替月月做主啊！顾景华，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凌月她个逆女，没想到你为了家产，连这种事儿都做得出来。爷爷，雪叔说他没做，肯定就没做。这件事可能另有隐情，还需要再查查。霍妍妍，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这里轮不上你说话。
无论我怎么说，你都认定这件事是我做的。难道你觉得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这件事与我无关。不知悔改，凌雪书，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凌氏集团总裁，事务全权交给锦华去做。你敢走出这个门，凌家与你再无瓜葛，以后不许你踏进半步。我已经到家了，你还跟着做什么？雪叔，我可以帮你。帮我？你以什么身份？你又能帮我什么？如果没有我，你现在还在会所里等着被人包养。帮我？别开玩笑了，我的事情我会解决。你要做的就是从这里出去。我是你的丈夫，也是你能够一直依靠的人，相信我一次好吗？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变的情感，我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今晚我已经很累了，不要再烦我。申助理，动用所有力给我调查今晚凌家老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既然对方是冲雪聪来的，肯定不会就此罢手，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几天我会带着雪聪回乡下休养。是少爷。对了，书房里的暗室一定要封好，那里面藏着的秘密，绝对不能让雪叔发现。明白。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凌董，凌月小姐的孩子没能保住，手术虽然及时，但从高处摔下伤到了大脑神经，还被人下了毒，不排除会成为植物人的可能。你说什么？下毒？植物人？真是造孽呀！这难道就是报应吗？爸，月月就算真成了植物人，我也一定会照顾她一辈子。锦华，委屈你了，还好月月嫁给了你。真不知道都是一家人，雪珠小姐怎么下得了这个手？什么一家人？为了家产，连亲姑姑都能害死。接下来，他是不是还要对我动手？你立刻让人冻结林雪初名下所有账户，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是，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先去处理，月月就拜托你了。放心吧，爸。林雪初，接下来我会以谋杀罪名起诉你，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凌月，你现在是不是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真可怜啊！以后你再也不能用那张嘴骂我了。这个是我专门给你配的药，你先会肌肉无力，说不出话，慢慢肌肉萎缩，一点点变成植物人。为什么？你还记得10年前你哥哥的车上，不只有你哥和嫂子，还有当晚开车的无辜司机，那个人就是我父亲。当年你为了掩盖真相，派人追杀我和母亲，害得我家破人亡。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夺走凌氏，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好好感受当残废的滋味吧。哦，忘了告诉你，因为你，凌雪书已经被老头子赶出家门了，现在凌氏是我的了，我会让他改姓顾，你好好看着吧。韩秘书，这还没到上班的点儿，你怎么就来我家了？林总，我……既然你来了，那就等我去换个衣服。你把今天的日程报给我。林总，昨晚董事长通报公司上下，凌氏总裁之位由顾锦华代理，所有跟您有关系的员工都被辞退了。我今天是来跟您道别的。林总，林总，我没事，早在预料之中。他们应该不会给你们发赔偿金，我给你转，你去分给他们。好。林总，忘记告诉您，您的银行卡也全被冻结了。好，我知道了。林总，那我走了，您注意身体。
林雪书小姐，你涉嫌一起谋杀案，现被列为嫌疑人，你的一切通讯设备将被没收拿去调查，银行账户暂时被冻结，请你配合交出手机和银行卡。什么狗屁的亲戚，到头来发现都是利益。老头子，你够狠的。行了吗？雪书小姐，老爷吩咐了，你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是通过林氏赚来的。既然现在你已经离开林家，这些东西都应该被收回。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凭什么要给你们？雪书小姐要是这么说，你从小到大花销用度都是林家出的，真要算起来，这些东西加起来还不够还养育费。好，我还给你们。雪书小姐，记住这个房间所有的贵重物品你都不能带走。用不着你提醒。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催什么催？你怎么来了？我放心不下你，我们进去说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和你的合同会继续履行，该给你的钱1分都不会少，你给我一点时间周转。雪叔，事情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好受，在我面前不需要逞强。你想多了，我没有不好受，我只是累了要休息一阵，你先走吧。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我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大小姐，老爷有话跟你说。你女，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认罪，我还当你是林家人。我没做过，凭什么道歉？你没了钱，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管家，送人。雪叔，其实没有林家，我照样可以。突然感觉自己像个笑话。我努力了10年，走到今天的位置上，看着他表演着拙劣的亲情，到今天我才发现，这一切不过都是他营造出来的。我拥有的一切，他随时都可以收回，很可笑吧？以前不是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自己一无所有时，身边的人竟然是自己包养来的男人。这算什么黑色幽默？霍妍妍，你也会欺骗我吗？我只知道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雪叔，跟我回家去散散心吧。到我家还要很久，要不要睡会儿？你已经知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为什么还要留在我身边？我解释过很多次，你从来都不信。我真的不是因为钱才和你在一起的。不是因为钱，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爱，我爱你。爱？别开玩笑了。雪叔，我是认真的。我困了，到你家了喊我。爱？什么是爱？我想好好睡一觉，不要吵我。好。少爷，您和少夫人回来的有些突然，暗室里的东西还没来得及转移出去。没事，先把这里彻底封起来，不要让他发现。是。还有，你和韩秘书分成2队，一队去调查昨晚凌月中毒的真相，另一队着手取消所有和林氏集团的合作。我不能允许雪王受一点委屈，明白？醒了，
是不是饿了？饭马上就好。你脸上……哦，可能刚刚不小心抹上了，不好，光顾着跟你说话，我的菜。第一次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感觉还不错。吃饱了，要出去走走吗？没力气，没心情，想睡觉。晚上再睡。上次你来得及，没好好看看我家这边的风景，一起去看看吧。小霍，这就是你在城里娶的媳妇，长得真漂亮。今年的花长得不错，可以给我拿几枝吗？当然可以，好看的花肯定是要送给漂亮的姑娘。谢谢阿姨，我给你钱。不用不用，你喜欢就好。以前从来没觉得天上的星星有这么多。你喜欢的话，以后每天晚上我都陪你看。漂亮姐姐，我不会拼积木，你可以帮帮我吗？我可以给你糖吃。要我帮你拼？这个是糖，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可好吃了，姐姐你尝尝。这么浓的香精和糖心味道，没想到组合起来还蛮好吃的。看在你请我吃糖的份上，我勉强答应帮你。雪叔，那你们在这边玩，我看到熟人了，过去打个招呼。少爷，您给少夫人安排的剧本效果不错，少夫人看上去好多了。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和凌氏所有的合作都已经取消了，凌氏的股价马上要暴跌了。做得不错，凌月那边怎么样？找到突破口了，现在就等个时机。我不喜欢这种眼神，你要学乖一点，不然吃苦头的是你。倒是忘了这个药会让你失禁，真恶心。贴心的丈夫不离不弃的照顾植物人的妻子，你应该感动才对。顾总，不好了，公司90%的合作商刚才突然宣布和凌氏取消合作。董事长现在正满世界找你呢，马上回公司。这个人不仅一直在你身边，而且他还在扶持你的事业，他操纵着你的一切，把你当成宠物玩。他到底是谁？霍妍妍，你也会欺骗我吗？
霍妍妍，难道连你也在欺骗我吗？韩秘书，你做得很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林月宁张嘴说话，问出那晚事情的真相。是，霍总。申助理，你那边继续加压，我要让顾锦华毫无还手之力。明白，霍总。霍妍妍，你究竟是谁？没一个我想吃的，你是不是忘了我怀孕了？都怪我，你想吃什么，我现在去做。之前的那个养殖场是你的吧？嗯。上次我没来得及吃烤乳猪，今天补上。好，那我去抓，你要和我一起去吗？不想去，有点困。好，那我自己去，你在家好好休息。果然，罗局是不统一的，连这个台灯都是私人定制的。要不是业内之士，还真看不出来。总感觉这屋里的面积不太对，难道……这里面是空的，难道书架后面有密室？10年前的关于我的调查报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是有人赋予你的。这个人不仅一直在你身边，而且他还在扶持你的事业，他操纵着你的一切，把你当成宠物玩。难道这10年都是霍妍娟在背后？雪叔，我回来了。雪叔，这是我大学时谈下的第一份合同，第一次进公司的项目，竞选总裁的项目。这是连我招聘男模的企划书都在这，他一直盯着我，操控着我的生活。第一次当主管，第一次做总裁，第一次成为首富，我努力的结果都是别人给的，这算什么？到底算什么？霍妍轩，你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你不要过来！雪叔，对不起。只有对不起。这10年来，我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是你给的？所以林月说我是你养的宠物，这话一点也没错。我现在真像个笑话。雪叔，我也是第一次爱上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去保护你，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完成你的心愿。好一个帮我完成心愿！霍先生，你这么会骗，可能连这个名字都是假的，你到底是谁？我真后悔认识你。雪叔，我没骗你，我真的是叫霍妍轩。我们家族一向深居简出，一般以江城科技和江城地产这些子公司的名义在外活动。所以申助理背后的神秘阔少是你，韩秘书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我这10年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眼里。霍妍轩，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的害怕过一个人。
你把我的自尊当成你取乐的玩具，还故意接近我，让我和你结婚，怀上你的孩子，我算什么？霍少爷，您的狩猎目标，还是你选择的生育机器？不是，雪贤，我是真的爱你，我。霍元轩，你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不要再监控我，也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就当我求求你。雪叔，我错了，求你别走，你提的一切我都可以答应你，但眼下林氏集团很乱，你等我处理好再回去。不需要，我警告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任何事儿。雪叔，你听我解释，我真的可以解释的。霍少爷没必要这样，您这样的大人物，我可惹不起。就当您玩腻了，再找个人重新养成就是了。雪叔，我真的没想骗你，因为你说过你的结婚对象只会选择比你弱的男人，我害怕你看不到我，所以我才做了这么多错事。所以这一切还都是我咎由自取吗？不好意思，让霍少爷为了我损失了宝贵的脑细胞，是我的不对。雪叔，你别生气，我知道我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霍元贤，您不是很会操纵别人的人生吗？我又哪里敢生您的气？我只是恨我自己蠢，恨没有早点发现自己生活在谎言里。雪叔，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今天你是铁了心不打算让我走是吧？霍妍妍，如果你要软禁我，那我不介意死在你的面前，不信你可以试试。好，雪叔，我不拦你，你千万别伤害自己。少夫人，您想去哪儿，跟我说一声就行。霍元玄的眼线还真多，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去哪儿？我能去哪儿呢？知道我的别墅吗？去那里。少爷，江城的事情解决的都差不多了，少夫人住的小区也都安排好了，她眼下就算回去也未必会出事。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走，回江城。你怎么在这？小雪，你总算回来了。顾景华，你不是拿到林氏的经营权，正春风得意，怎么这副鬼样子的出现在这儿？小雪，你离开的这几天，江城乱套了，林氏集团的投资商纷纷取消和我们的合作。月月在医院失踪了，老爷子受不住打击住院了，我也快扛不住了。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去解决问题来找我干什么？这些事难道不是你做的？我要有这能力，你现在还能这么跟我说话？那就奇怪了。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出面，和我一起挽救林氏。你也不想见到自己倾注心血发展起来的林氏破产吧？倾注心血，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一句话了。你自己怎么抢来的这个位置，你自己清楚。你造成的烂摊子自己去收拾，与我无关。快滚！放开！虎包子，你敢打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碰我老婆！我警告你，要是再敢对雪叔纠缠不舍，我会要你的命！霍元征，你没完了是吧？雪叔，我……行，这是你逼我。顾景华，我改主意了，明天我就跟你回林氏集团。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要你管！明天我会去公司，没别的事就滚，别来烦我。雪叔，你真要回林氏集团？
我父母留下的公司我不管，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你把它搞破产？奇怪，房子收回了，密码怎么还没改？出去！谁让你进我家了？这房子昨天被林家出售，我买了回来。雪叔，现在的房主其实是我。行，你有钱，你了不起，你不走我走。雪薇，我没想惹你生气，也没想和你吵架，你给我一个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可以吗？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怎么聊？雪叔，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10年前我一个人去爬山出了意外，是你把我从山上救下来。从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接近你。在你的故事版本里，好像一切都很温馨，但你知道在我的故事里我是怎么看待你？怎么？我最讨厌的人，即便没有后面这10年所发生一切，你依旧是我最厌恶的人。怎么会？雪叔，你为什么会讨厌我？你还记得我穿的那件衣服吗？我告诉过你，那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因为那件衣服，我的父母出了车祸死亡。我调查过车祸那起车祸，可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最恨的人是我自己，我恨我为什么提议去登山，恨我为什么又烂好心救下你。如果没有我的心血来潮，爸爸妈妈他们根本就不会死。霍元真，为什么你那天要出事？为什么我要救你？为什么？如果能替你分担痛苦，我愿意去承受你的恨意。算了，我恨了你10年，你玩了我10年，我们扯平了。雪叔，我真的没有玩你，也从来没想过会伤害你。可你自以为是的对我好，却像是一把手术，一点点的将我的尊严剥夺，最后缝合上你的名字。霍元恒，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来纠缠我，好吗？到此为止，各有各的天地，依然相互凝视，我们就是最好的例子。到此为止，别离的歌早已哼在嘴边，是你。林总，我陪您回凌氏集团吧。你不是霍元圈身边的人，不跟着他跟着我做什么？林总，真的对不起。回去吧，我现在还是嫌疑人，跟着我没有跟着霍然有前途。霍总，林总一个人去公司了，不让我跟着。好，我知道了。过去3天了，挽回的合作商不足1%。照这个趋势，半个月内凌氏就要破产。顾景华，你想的办法呢？爸，我想尽办法和合作商交涉，可是他们一听到我和您的名字，就直接把我们的人赶了出来，还说他们只和凌雪书谈合作。别给我提那个逆女，难不成离开了她，我们凌氏集团就运转不了了？少给我找这些借口！我再给你2天时间，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就给我打包滚出凌氏。2天时间，凌氏的危机我来解决。谁把这个孽障放进来的？保安呢？给我把他轰出去！我看谁敢！
今天谁敢碰血叔一根手指，凌氏集团就破产了。你个乡巴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来人，把他给我丢出去！我看谁敢！今天这合作你们不想谈了？申助理，您不知道霍元征他就是个乡下来的乡巴佬，您能来和我们谈合作，就已经是给我们面子了，可不能让这个窝囊废碍了您的眼，我们这就把他轰出去。申助理，您快请坐，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这俩碍眼的东西轰走！我看你们是有眼无珠，不识真龙。这位你们口中的乡巴佬就是我家少爷。啊，少爷，申助理，您是不是在开玩笑？霍岩县明明就是凌雪书包养的土包子，他怎么可能是您家尊贵的少爷呢？顾景华，你是在骂我有眼无珠，连我家少爷都认不清？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该死，我竟然没认出这个乡巴佬才是金龟婿。霍总，是我老头子老眼昏花，看走眼了，刚才都是误会，不要影响咱们的合作呀！还不快给霍总道歉！霍总，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我该死。看在雪秋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准备开会。等等，这是我们凌氏内部的董事会，闲杂人等不准参与。您出去。你怎么跟霍总讲话的？你不知道霍总是我们凌氏最大的客户吗？赶紧道歉！凌董事长，我的老婆我都舍不得休，谁允许你这么对她说话的？对不起，霍总，是我话多了。本来凌雪书谋害凌月是不配参与到这次会议的，但鉴于霍总的面子，打住！凌月摔下楼梯的事情与我无关，不要给我乱扣帽子。可当晚所有人都看到你们两个人上的楼，然后月月到现在昏迷不醒，你说不是你做的，谁能给你证明？要证据是吗？我有。申助理，把监控视频调出来。是。他从哪儿搞来的视频？霍总，这视频从哪儿来的？当晚凌家别墅外聚集了一大堆记者，他们为了抢新闻头版，飞了几架无人机，正好拍下了这一幕。你们都看到了，凌月摔下楼和雪叔无关。证据在这里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要是让凌雪书洗清嫌疑，老头子会让他接管凌氏，我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爸，这个录像只能证明凌雪书没有推月下楼，但证明不了月月的毒就不是凌雪书下的。你不要被他们骗了。这个臭屎盆子是一定要扣在我的头上是吧？那你说说，我怎么给凌月下的毒？这要问你自己了，你自己心里清楚。心里清楚。哎，锦花说的对，只是录像证明不了你没下毒，而且月月流产，你是最大受益人，这一点你怎么解释？你们就这么笃定凌月怀孕了？就没有可能是有人在说谎？凌雪书，医生都说了月月中毒流产，你还在这阴阳怪气，难不成你比医生还专业？既然如此，要不我们问问当事人怎么样？小月，你这几天是被霍总带走了吗？没想到凌月被霍延征带走了，还会事先废了他的嗓子，他根本出不了声。月月，我说你怎么消失了？原来你是被霍总保护起来了，都怪我没能照顾好你。爸，月月刚做完手术还很虚弱，我现在就带她回医院治疗。顾总，你着急什么？我们不是还没问凌月她到底怀没怀孕？霍总，虽然你是我们凌氏最大的客户，我们不敢得罪你，但是月月是我的妻子，何况她刚做完手术，声带还没恢复，您就不要强人所难吧。我的身体我都没急，你急什么？你能说话了？月月，你能说话真是太好了。顾静华，
你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坐在这里和你讲话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狗咬狗，两嘴毛呗。凌月，现在你可以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晚我喝了顾景华递给我的下了药的红酒，他还联合医生造假我怀孕，并且还给我注射毒药，让我成为植物人，目的就是为了把林雪书拉下马，好趁机抢走林氏集团。什么？顾景华，月月可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能这么心狠手辣？我眼瞎了，竟然没有发现你是个白眼狼！既然被你们知道了，那我也不装了。今天在场的诸位都别走，动手！李管家，我养了你几十年，你竟然背叛我！老爷，我伺候你一辈子，你连我女儿手术费都不肯借。雪叔，救我！真吵，都给我闭嘴！我计划多年，收买大半林氏高层，今天就把你们全留在这里。顾景华，当初和你分手就是因为你太蠢了。说什么？我说你蠢，满脑子靠女人，就是个暗地里扭曲的可怜虫。林雪书，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他俩。你弄啊！我被赶出林家，管他们的死活做什么？你这个女人真绝情！霍妍妍，我分你一半家产，别插手。听起来不错，可惜我不缺钱。你害雪叔，已经触我底线了。既然如此，今天那就都别走了。你还是太不了解霍妍轩了。什么意思？许哥，别跟我一讲话！林雪书，霍妍书，喂！老娘不发威，真当我是吃素的？林雪书救了杀父仇人还不自知，你才是最蠢的！你什么意思？快把这个疯子带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真的以为父母是意外车祸身亡的吗？10年前那晚，是林月让胡侃放空了车子的刹车油，这才导致的车祸。说什么？林月，我父母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斩草不除根就是祸害，当初我就该狠下心把你们一起弄死。雪书，凌月，我今天要杀了你！雪书，雪书，快放手！你先冷静一点。我不后悔害死我哥嫂，我只后悔当让你活下来。10年前你死了，我怎会落得今天的下场？你这个疯子，我会让你不得好死！我是疯子，是被这个魔鬼逼疯的。他告诉我，我和哥哥只能选一个继承公子，只有强者才配成为他的儿女。你不也一样？爸爸死了，他就把你扶起来和我斗，这一家人都是疯子。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是凌月害死了我爸妈，而你包庇凌月的罪行，逼着我和凌月为了家产斗得头破血雷，好决出一个让你满意的掌门人，是吗？我有我的苦衷，只有培养出最合格的接班人，才能带着凌家更进一步。我没有做错。凌离，你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伪君子！你看清楚，你都养出些什么？我没错。刽子手、野心家，还有一个不敢直视自己的胆小鬼。
一个儿子，还让自己的后代一个个成了疯子，就该断子绝孙！我。雪叔，雪叔，你还有我。申助理，麻烦你替我拟一份入院同意书，以林月唯一亲属的名义将他送到精神病院。没有我的允许，他永远不能出来。是。霍元坚，我感觉憋得难受，先出去透透气，其他人你看着处理吧。林总，您召开发布会是为了集团人事变动吗？那请问林总，您这次是想宣布什么事儿？我想说的是，自即日起，凌氏集团将与江城科技、江城地产等合作商终止一切合作，请某些人不要再插手我的工作，谢谢。看我做什么？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闲？看来还是工作量饱和。突然想起，林总让我做的报表还没做，我先走了。对，我也有事要忙。林总，这都是今天要谈的合同。董事长突然生病卸任，把股份全部都转让给了您，又来了一堆记者要采访您，现在还在门外等着呢。不见，愿意等就让他们等着去。林总，霍总那边的合作，您真的不同意？我什么都没说。韩秘书，我不计前嫌还用你就已经很大度，不要再把我们这边的消息告诉那边。我要凭自己的本事让林家重新站起来，而不是靠某些人的施舍，懂吗？阿姨，你手上什么时候多了个戒指啊？大小姐，您真是好眼力。我这个是前几天过生日，我家那口子送的，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戴这个。我一查价格好贵，太浪费钱了，真是的。多大年纪了，还玩什么浪漫？结婚几10年的老公都知道送戒指，我这婚结了还不如不结。韩秘书，开车去谈生意。裴总。林总，要不要和我谈一笔生意呢？以霍总的财力，有必要和我谈合作？项目不大，只是几套别墅的建造和装。我很喜欢林氏的设计风格，本想着请林总出手帮我做婚房设计。既然林总不愿意，那就算了。别想诱惑我，老娘才不吃这一套。只要您肯签了这份合同，后续的合作我们可以再谈。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去。谢谢。霍妍妍，你有完没完？这都几天了。雪叔，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在等你给我一个机会。可你坐在旁边影响了我的工作。你别逼我对你动手。
雪叔，过去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保证今后绝对不再插手你的任何事情。你能不能不生我的气了？除了这些话以外，还有别的要说的吗？快说爱我，然后吻我、抱我。霍妍雪，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工作上有很多事要做。如果你来见我只是为了说这些话，那你就不要来烦我，懂吗？韩秘书，送客。所以雪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少夫人没把孩子打掉，好像也没再提和少爷离婚的事。既然如此，为什么她又对少爷这么冷淡？你懂个屁！老大，你不懂女人心啊！什么意思？以我多年的情场经验来看，嫂子现在还在生你之前欺骗她的气，再加上你的道歉力度不诚恳，她现在是生气加窝火，这才说不让你去烦她，潜台词就是让你去烦她。真的吗？相信我，准没错。我道歉。林总，您简直是完美的衣服架子，婚纱穿在您身上真好看。好看有什么用？再有1-2个月，肚子就该大起来了，到时候连张好看的婚纱照都拍不出来。林总，霍总他今天好像煲了什么虫草汤，你要喝吗？给我倒！裴浩不是说抓住一个女人的心，首先要抓住她的胃吗？难道是我做的菜不合她的胃口？我的少爷啊，您怎么还在这儿想菜谱？快看，刚刚少夫人接受了记者采访。林总，您刚刚说您好期将至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最近有个不错的人在追我，我考虑清楚，准备答应，订婚时间就定在几天后。谁这么大胆子敢抢我老婆？雪叔，你接受采访的话说的是气话对吧？我有那么无聊？2天后就是订婚的日子，没打算给你送亲戚。不行，雪叔，我们还没离婚，你不能和别人订婚。办婚礼又不需要提供结婚证，拿不拿离婚证有影响。没事别烦我。哪个不怕死的敢抢我老婆？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少爷，您冷静点，您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找谁算账啊？申助理，你立刻去给我准备订婚的东西，2天后带上人跟我去抢婚。是少爷。雪叔，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这也是我第一次真的爱上一个人。我以为我消除了你周围的一切危机，就能确保你不受伤害，但我却忽略了你的感受。雪叔，我真很爱你，求你不要和别人订婚，嫁给我好吗？我还以为你脑子是直的，不会说情话呢。圆形切割的钻石真丑，下次选首饰我来选，你的眼光没我好。雪叔，你这是答应我了吗？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我不接受比我有钱的。这好办，只要你愿意，我马上把我名下的资产都转。这还差不多。还有，如果我不刺激你，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跟我求婚？你是想看我大着肚子穿婚纱？所以你根本就没想和别人订婚？不用我提醒，你知道该戴在哪个手指上吧？为了你，我已经放弃了很多原则。霍妍妍，你不要让我失望。一定不会，雪叔，我爱你。